来看看今天啊，我们的全新恐怖游轮啊，再次上线了一个精彩视频，来自于我们操作者为欧阳哥啊，他这个哥就是切割的割啊，就是确实是这个哥，然后给大家伙表演了这么一个魔张飞的5进啊，5进3命通关啊。当然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就是因为之前咱们都是有那种4命通关的，说白了死3命，但这次呢咱们就是死2命。然后呢，加上什么呢？加上咱们这个玩的速度非常快啊！虽然说魔张飞呢肯定是要比白张飞、比诸葛亮要快很多，因为他攻击力高。因为本身这个人呢是可以打快的，但是他这个速度也是确实有点过快了啊！只用了50分钟冒头啊，就把这个玩法的这个5进的这个死2命就通关了啊，应该叫做所谓的这个3命通关啊。这里面我跟大家伙科普一下，我狼呢，一共做过的这个5进视频。第一次做的5进视频是谁呢？是那个灰灰的啊，灰灰的。然后灰灰的做出来之后呢，我又做了一个就是魔张飞。那先是魔张飞，魔张飞就是那个4命通关，也是5进。然后再就是白张飞，再加貂蝉，这都5进都出来了。这个然后又有一个白张飞，不对，又有一个诸葛亮。这个诸葛亮呢，它不一样了。这回这个诸葛亮呢，他那个是一个是死了3命，一个是死了2命啊，所以说也跟这个差不多。这个也是只死了2命，所以说这个不一样。当然的，魔张飞大家伙儿知道，魔张飞血量天生啊就要比这个其他人物短啊，哪怕一个军师诸葛亮啊，他也是没有他，对吧？他也是短的。所以说呢，这个咱们正常啊，如果为了多挨几刀，如果假设咱们的这个张飞20级之后你再死命，那你就可以多挨1两刀。就是你比如说你上来就死了，那就扯犊子了。你看就这么点血，对吧？无论你怎么升级，它加的都是血量上限。好，来看看这个天王难度啊，这是正儿八经的天王难度。然后我们看看魔张飞怎么说，到目前为止是无伤啊，到目前为止是无伤。好，貂蝉那个确实很帅，因为貂蝉我认为是5进还是比较难的啊。貂蝉本身我觉得貂蝉5进就比较难，然后结果这一下真的是啊。好，哎，我们石溪哥又一手飞机支持我了啊，这是明显是新的一个月份啊，新的一个月份。还有人问5进哪5进啊？进 BCD 血气儿啊。其实啊，进 BCD 最难的是啥？进 BCD 最难的就是进地跳，还有那个放宝，这个啊都没啥太大的用处。你看他的玩法，他连分都不吃，正常咱们该吃分，你这6000分，对吧？你这6000分，不算，不是6000分啊。还有一个黄金，那黄金好像是5000分。反正就是你这分你不要白不要啊，对吧？你要了之后你可以讲命啊，但人不的，人就知道自己的路子肯定是能通关，然后呢就讲2条命啊就完事儿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最难的，其实我跟大家伙啊，这5进里面最难的就是进地和进血，天王难就难在进血上。所以我认为你们问我进地难还是进血难，我研究了一下，进地难。那么那个进血难，但是呢，你问我进 BCD 和进血哪个难？就比如说我可以进 BCD 啊，或者是进血，哪个难？分人物，有的人物也是进血难，有的人物是进地难啊，大家伙知道吧？因为像诸葛亮，我操，诸葛亮那如果能放宝，诸葛亮他跟其他人他不一样啊，对吧？啊，这个东西咱得说一下。但是说就是正常的话啊，进血就是最难的一个单项。对吧？所以说你看啊，现在很多人说天王进血1命，这都已经算是大神了，兄弟们，就是全人物啊，全人物天王进血能1命的都是大神啊。但是你说进地1命，那就别说1命了啊，那只要你不进血，那怎么都行。确实是说兄弟们啊，对于菜鸟来说呢，我倒反而认为啊，对菜鸟来说呢，进地上可能难一点，是不是啊？有人觉得，有人玩诸葛亮玩的就靠那个宝，他可以不费血，他可以玩带招。但是气儿的话也一样，你像你进气儿，你张飞，你魔张飞他就是没有气儿，
你像这个5进里面，很多人说小狼的魔张飞本身就没有刺儿，你算4进。当然呢，咱们通用的玩法啊，它就既然它没有气儿，也就当进了，你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本身这个人物他就是个短板啊，对吧？他就是个短板，但是他还有血少的短板，咱们还没考虑到啊。他血少你也没办法。然后再就是你像那个。目前为止啊，我们解说的5进，你看人物，首先魔张2个啊，魔张2个，诸葛2个，诸葛3个啊，诸葛3个，加上灰灰的那个诸葛3个，然后再加上貂蝉的1个，目前也就是这些魔张、魔张、白张，还有这个诸葛亮、貂蝉这4个人物。所以说，如果接下来的一个5进，如果能出什么马超啊、张辽啊、关羽啊，赵云呀什么的啊，赵云的话呢，我就是那种进 BCD 进气儿啊一球子，还有赵云那个好像进血啊，进道具和进血，也就是进地和进血，这我也有，我也看到有人打出来过啊，我也有视频有录像啊，但是 QQ 平台啊。当然呢，他不进气儿，这个赵云啊有气儿也挺厉害的。你看诸葛亮呢，咱可以雷霆万钧，可以呼风唤雨。啊，但赵云呢？你要知道啊，赵云那进对吧？不让放宝，然后不让吃血，但是他可以爆气，他可以选择白鹤亮翅，可以选择倒转昆仑啊，这也很厉害啊。在关键的几个 BOSS 倒转昆仑，你比如说像打左慈对吧？那相当厉害了是吧？啊，好，来看看，其实最难的就是5进里面啊，其实就是有2进是最致命的，就是进血和进地。只要你把这2个啊记住了，你就可以挑战其他的。你比如说咱们玩，你现在玩，你可以不用宝进地，一命通关，那你很厉害。你可以天王难度进血，一命通关，那你也很厉害。但是如果你要是进气儿，对吧？你如果你是进血加进道具，其实跟5进差不了多少，兄弟们，差不了多少。当然呢，有必杀啊，有防御啊，有那个等前 C 可以防御，有跳，增加了一点技能。像诸葛亮甚至可以选择练万箭穿心，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技能啊，就这个意思。好，我说的再好听也不玩，你们不玩吗？我实话实说啊，像这种挑战这种玩法的人啊，他要不然就是真的是对这个游戏了如指掌。第二呢，就是他就这种人特别有抻头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很多人会觉得，你比如说打摊分的那个是什么呢？打的是什么？打的是他的套路，打的是他的耐心。玩速通的打的是他的技巧，打的是他的这个套路技巧，外加他的这个心理素质，是吧？如果打的是秒杀呢，就纯秀技啊，也求稳啊，套路那个方案你必须得有，在方案明确的情况下啊，让自己变得非常的这个稳健。但是你要玩这个5进，就是纯折磨自己，对吧？玩5进就折磨自己啊，这太赖了。这个你说有些技能不让你练，你对吧？你要玩那个游戏，就有点像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爆头，你就那口刀厉害，有本事不用刀，好啊；有本事不用手，有本事手脚刀都不要用，好，哎，对吧？你有本事，对吧？有本事进 A 呀，对吧？这个游戏有本事进 A 呀。当然呢，我们有一个 TAS 的这个玩家制作者，好像是 GXQ 吧。他是做出了这个魔张飞进 D， 不说错了，进 A 通关啊，通关第1关啊，但是呢，你懂的，也只能是通关第1关啊，你对吧？你通关不了别的啊。是有一个 TAS，确实是进 A 了啊。当然呢，没啥意义。你在第2关你试试，那白扯啊，那都，而且还得是1币。进 A 怎么通关？没通关啊，就第1关啊，就第1关通关。我之前是看过，没想做啊，就是
人家作者也说了，纯娱乐项啊，纯娱乐项没有意义。它不像那个什么，它不像咱们玩那个，你哪怕是《西游释厄传》，咱还有个下跳不是吗？对吧？你玩这个还有下跳，你玩忍者棒球也有，对吧？跳啊，跳练这个技能。你玩那个《三国志》也有下跳，可以练这个有伤害，这都可以。但你《三国战记》，我真尼玛！好，咱们看看，到目前为止是无伤。然后咱们这个欧阳哥，他的玩法应该是正常卡兵啊，正常卡兵。进 A 就是靠扔宝吗？对呀，进 A 就是靠那个这个用宝。魔张飞默认一身宝啊。好，他带一个小兵玩，我去，别闹了。追地，正常卡兵那个小兵溜溜达达的，你看。好，魔张飞知道为什么比现在很多人玩魔张飞的武进为什么比这个诸葛亮要简单啊？因为这个诸葛亮嘛，伤害太低了，对吧？诸葛亮伤害太低，诸葛亮牛逼就牛逼在哪儿呢？他的这个逃跑特别强，切入也特别强，因为他的前可以快速的斜着嗖跑，这就非常厉害。但他就缺点就是伤害太低，泰森的弟弟叫太低啊。他诸葛亮稳，但是他太低。诸葛亮有一个技能后黑后前手，也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啊。1、2、3、4，追地下跳，可以看到啊，前2关无伤啊，前2关无伤。我记得前2天一语金生挑战诸葛武进，最后打到曹操啊死掉了。那一次呢，他是打到吕蒙之前无伤，在吕蒙之前是无伤的，而且打吕蒙挨打了2次，被吕蒙打了2次。然后呢，在极限最后还剩1秒钟的时候通关啊，很厉害的啊。对呀，这个张不是你们不要哎，有好多玩家吧，就开始说什么几进什么，他没有气你还算进呢。其实你理解这个事儿就行了啊，你理解这个事儿就行了。你非得挑这个理，说是武进没有对吧？很正常啊，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气，没有气就是没有气，没有气相当于这就本来这就没有气嘛，对吧？因为之前咱们设定这个武进的规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可以选魔张飞，魔张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4进是因为他没有气儿，所以说你说他是武进是不为过的啊，不要给他没啥事儿给他挑这个理啊，挑这个理没有意义。好，感谢我们的自信回头被打脸，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发大财。啊，基础连招你们也看到了啊，基础连招1、2、3后前手正摇手，这就是最基础的连招。不会的可以学一学。好，前手接下手啊，这个下手可以直接把这个目标给击倒。好，他的玩法是走哪个地方啊？因为魔张飞可以不走这个路线。啊，张飞就可以不走上路啊，因为啥呢？诸葛亮必须要走，因为他不能跳，所以说呢，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许褚那个地方，对吧？打死许褚，你要跳到王平的那个电梯上，那肯定不行，你就没法跳。诸葛亮没有跳嘛，但你像选张飞，选貂蝉，对吧？选这种，对吧？他就可以，你像天女散花上去，或者说那个上下手上去，比如说这个饿虎扑羊啊，可以上去。好，感谢我们的葡萄哥5手大金卡啊！葡萄哥也来了。今天是8月份的第1天，冲击8月份，屌的要死啊！神龙摆尾可以接饿虎扑食吗？那叫饿虎扑羊，神龙摆尾当然接不上了。但是招安状能不能接？招安状可以接啊。招安状但也不是神龙摆尾接，是用其他的方式接，而且还可以很秀的样子，尤其是最后一点用接神龙摆尾，特别帅啊！8月退钱的第1天，我这外面听说这疫情这么重，但
但是呢，我出行的计划好像是啊，我出行的计划是没有完全的改变，所以说呢，可能会顶着这波这个疫情转土重来的时候呢，还要出去工作，还是8月这个下旬左右，所以说这一阵啊，也是要这个多多的播，然后大家伙能理解吧啊？能不能让自己达到一个目标，也不容易的，兄弟们，真的啊！我父亲是军人啊，对呀，我父亲可是铁杆军人，当了9年的，当了九年的兵。现在这个对军人的这个，因为今天是8·1嘛，从今年的8月1号，对军人，无论是现役还是退伍的，这个福利待遇啊，都是在往上加，确实很好啊。包括我父亲也是啊。这个对军人确实不错，而且还往家里面送米、送油、送面，也送个1、2千块钱的东西啊。虽然说也不咋值钱，但是呢，他在这个退休这个金上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加成的。像这个我爸就是在普通工资的这个退休工资的基础上再加1500块钱啊，再加1500，据说今年还要涨。所以说啊，福利待遇特别好啊。福利待遇最直接的就是首先有工资啊，对吧？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军队可以慰问你啊，逢年啊、过节啊什么的，都会送点这个物资。我准备让我爸把这个领一个光荣之家的那个牌领过来。哇，光荣之家。郎总要停播，不是这样的，不是停播啊，是我8月份那个什么啊，8月底，也不能叫8月底啊，叫8月20号左右，希望呢是8月17、18号左右啊，我觉得就挺好的，因为啥呢？大点干，早点散。去了之后呢，大概是有25天到1个月期间，我要去，我可能啊，就是现在，当然咱也没掐死啊，没定死。但是呢，极大几率是会去啊，就是去学习一下，去看看这个几个大哥，然后拍这个院线电影，然后我去客串一个角色的情况下，然后再跟着这个拍摄团队呢去学习。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停播25天左右，所以说大家伙能理解吧？但是说停播又谈不上，第一呢可能会用笔记本播，第二呢可以用手机播啊，我可以用手机。手机的话呢，就是这个，可以播点那种手机的户外，哪怕就是比如说我在宾馆，我可以给大家伙儿讲点睡前小故事啊，也可以。反正总体上来讲呢，咱搁这该赚钱也得赚点钱啊，咱不能太那个啥了是吧？要不然你，哎呦我操，这一刀这就是明显玩的不太规啊，玩的不规，大意了啊，这就是大意了。很多人问我，我狼，你是不是参加麻豆传媒去了？没有啊，没有。麻豆传媒也上不了院线啊，是体力活。我之前兄弟们，我跟过一个网大，你也知道网大才60分钟啊。我跟的那个网大本身我是有角色的，就是在夜色之下。啊，我应该是戴着一个防毒面具，啊，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基地。我呢，作为一个小喽啰啊，小马仔啊，巡逻，被一帮特种兵暗杀啊。据说我好像是被一个叫切割的一个角色，拿那个日本的太刀直接给捅死的那个。原本给我定的是这么一个角色啊，连脸都不露那种，因为戴着面具嘛啊。但是呢，由于呢这个当天有点意外情况，我就没客串上。然后后来家里有事儿，我就连夜从那个天津我就回到我们南疆了。我连曾志伟都没见着啊。不过呢，那电影没演也就无所谓了。那个电影豆瓣评分大概好像是2.7分，不是3.2分的，我忘了。总体上来讲，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大家伙儿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
但是我跟那个团的时候，我是确实是啊，也学到不少东西。然后跟那个团最嘚儿的是啥呢？就是确实是累，从早上起来开始拍，一直拍到早上。他甚至有可能会从早上比如说8点半9点开始准备拍，一直拍到凌晨3点4点，真不吹牛啊，真不吹牛，压力是大啊。因为要节约成本啊，你知道那个布景啊，租的场地呀、演员呀，包括一些群演啊，一些群演，还有一些甚至是他那里面有一个镜头特别有意思，就是去一个会所。他那个故事背景好像是2007几年，不是2006几年，我忘了，反正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设定啊。然后呢，去夜店玩呢，你还得有老外啊，你还得有老外，还得专门请几个外籍的群众演员来，对吧？你没有，对吧？没有噱头嘛。你请那种老外来，那你来一趟不得给他500块钱至少啊？但我就说这个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那都是那个制片人找那个演员副导演啊去干的啊，一般都是去谈场地，谈这个，对吧？你懂的啊，这他妈的难啊，都是。好，感谢我们的黑猫鸳鸯眼黑猫哥一手大棒卡。好，卡住兵之后啊，你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简单又简单的。他这个玩法现在我看出来了，为什么玩魔章的人多了呢？就这么一看啊，有可能魔章飞真的有可能会打出来这个5进的一命，有可能会打出来5进一命啊。但是我想说啥意思呢？就是因为魔章飞它稳就稳在什么呢？只要你无伤，首先你奔着无伤使劲啊，只要你不挨揍，然后再加上对吧？再加上你呢这个攻击力特别高，因为你攻击力是整个这个游戏里最高的啊，你谁也不好使，对吧？反正咱也练不了宝，用不了那个道具，你也用不了必杀的啊，谁也就这个玩法谁也用不了，那我就牛逼。但是我的缺点是我的血格太少，所以说你当无伤玩法去玩，有可能就真能打出一命出来。因为你可以看到啊，像诸葛亮玩5进，他的难点是在于输出这个时间不够，对吧？由于过度猥琐啊，防止自己挨打，所以说呢，他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啊，这是诸葛亮的短板啊，伤害太少。貂蝉的伤害倒是够，但是貂蝉呢，除了血量少之外呢，再就是呢，它的攻击距离太短，它不像张飞这么长。张飞这个单 A 多长啊？你看，相当长，而且张飞的前锁和这个貂蝉的前锁不一样。貂蝉、张辽、关羽的前锁，还有那个马超，他都是锁完之后往前蹬完之后自己会往后抻一下。说白了啊，速度比较慢，容易有危险。它不像张飞，而且魔张飞啊，包括张飞，它有一个下手的特殊技，就是玩流式啊，有一手玩流式，这个不一样啊，兄弟们，这就很屌了，所以说很强势的。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再有就是白张飞啊，除了你看攻击力啊，当然是低了点，但是白张飞的连招比较稳定，再加上呢有输出空间，再加上呢白张飞呢血管实在太多了，而且攻击距离跟魔张飞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张飞嘛啊。它主要这个血管，你们看啊，这个白张飞默认血管，再加上白张飞20级以后那个血管那老长啊，那么老长，那白张飞的优势就在这儿了。所以说你们懂的。能不能靠白黄射箭过去？有可能啊。其实啊，要说句实在话的啊，我还是挺建议玩你只要足够龟。只要你足够龟，白黄中那个射箭挺赖的。我曾经啊，我记得想当年我好像用这个白黄中就是射箭射那个孙姬，射出了一个孙姬无伤。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个事儿。因为他那个射击牛逼就牛逼在什么呢？伤害啊不是特别低啊，主要是一下能射3个目标啊，不能超过3个。第二个呢，就是它有穿透嘛啊。第二个呢，就是呢，它可以直接把人射倒。你可以把人射倒，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啊，对吧？如果你像你不能把人射倒，这就很难受。你像普通的黄忠，他射人又不费血，对吧？他射人又不费血，然后呢还他妈的那个什么，然后还只能射1个目标啊，就非常嘚儿。好，可以看到选择打貂蝉走雷道啊。
你他妈从来不看我弹幕，是我的颜色你识别不了吗？没有，你点儿对吧？你像这个风花雪月啊，你直接一手飞机，瞬间我狼就跟狗一样啊！哎，感谢我们枫叶哥啊，风花哥啊，这我们风花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大财啊！就是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不是说狼哥视力啊？首先狼哥这个视力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这么多弹幕，有的时候还得看屏幕，哪能看到你视频嘛？哪能看到你的弹幕啊？对吧？你弹幕啊，又不是骂我的，也不是夸我的，所以说啊，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啊。点名了，那点名这个事儿，我狼再不要脸，也没有那么不要脸的啊，对吧？明示了，葡萄哥上头了啊！葡萄哥说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肚子又难受了？哎呀！我前几天刷了几个飞机，小狼感谢之后就不再念我了，知道吗？别闹了，信你，我信你个鬼！我操，上来就怼人一杵子啊！林冲号称小张飞，其实你哎，咱们现在心里想一想啊，抱头还眼，对吧？林冲就号称豹子头嘛啊，抱头还眼。我就请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小时候看那个林冲都是那种啊。对吧？风雪山神庙，咱看那个，尤其是小当家那个卡98版的那个水浒，咱们想想，水浒卡片那个形象深入人心，拿着一杆枪。但是真实的林冲号称小张飞，是真的像张飞一样啊。但是呢，当然张飞也不是说像《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张飞，也就是说跟这个张飞也不是特别像啊，跟咱们现在这个张飞。但是呢，这个想的怪怪的啊。好，你可以看到现在15级，张飞到目前为止只受过1次伤害，啊 ，MVP 是那个铁甲兵，那个铁甲兵太狠了。你看这个基础连招，1、2、3后前手正摇手，基础连招啊。为什么要打这个貂蝉？第一呢，张飞打貂蝉没危险；第二呢，张飞打完貂蝉之后可以进这个洞。好，先清蛇。不是他猛的像张飞。林冲猛吗？林冲那个逼样性格，我操！林冲那个性格前期啊，就是自我催眠的鼻祖，非常能自我催眠啊。为了在体制内能待下去啊，咋的就是1个字忍，2个字再忍，3个字还要忍，我要忍，我要成为武林至尊啊，就不能跟朝廷作对，对不对？啊，林冲。当然呢，林冲这个林家枪法，很多人说那你是丈八蛇矛，他怎么还林家枪法呢？林家枪法是人家他家老爷子是林家枪法啊，跟他没关系。要说到这个林冲也是，对吧？你像那个王进，对吧？王进那个原著里面，王进他爹把高俅打了，王进呢就跑了，对吧？王进就不在乎你这个体制内的工作啊，我在你这干不好了，不会心存幻想了，好吧啊，直接就跑了，是不是？这几个我跟你说，整个水浒里面这几个倒霉蛋儿啊，是真的啊。有哪几个倒霉蛋儿啊？首先排名第一最倒霉的，哎呦我操，这一个店最倒霉的人是谁呀，兄弟们？对吧？最倒霉的人就是青面兽杨志，我他妈的啊！杨志虽然说这个就是他自己业务能力不行啊，但是呢他妈的最倒霉的就是他，是老倒霉蛋了啊！很多人说啊高俅狗懒子啊，这个不饶恕这个杨志一下，那高俅有啥错误啊？高俅让他做快递员，然后他妈的，对吧？他给整丢了他还跑了，对吧？后来回来之后觉得跑不是个事儿啊，回来之后让高俅给撅了，我觉得这事儿没毛病啊，对吧？然后那个梁中书说，就像我前两天说那个，就像我前两天说那个谁似的啊，说那个他们打拳皇的事啊，正所谓啊，哀兵必胜，对吧？啊，正所谓哀兵必胜，这杨志他妈的，又让他送快递啊，生辰纲，一个是花石纲，一个生辰纲，结果又给整丢了，还是未来他的大哥啊。
还是未来的大哥朝天王啊，这一行人士啊，给他坑了。你说不要个逼脸啊，太他妈欺负人了，这是。好不容易后来卖刀啊，好不容易后来卖刀还把牛二杀了，你说老倒霉蛋了啊！这林冲也是倒霉蛋，对吧？整个媳妇儿多好，对吧？林娘子也不错啊，结果让人高俅干儿子看上了。你现在咱们想想啊，高太尉家儿子，对吧？高太尉怎么说也，咱实话实说，搁咱们现在来讲啊，也是副国级的啊，那么大一个官儿，你说他妈的。对不对？他家的儿子，你说有这个必要吗？啊，想玩谁玩不上啊？非得玩人啊，非得学人曹操玩人妻，而且玩不到不罢休那种，多嘚儿啊！哎呀，武大，很多人说武大是老倒霉蛋，我个人感觉啊，武大呢，他不是倒霉。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武大啊，他其实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是幸运的。第一是怎么个幸运的呢啊？咱先别收尾啊，武大他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啊，对吧？他弟弟这个老犯事儿，说白了，弟弟呢，对吧？这个好勇斗狠。那个时候他弟弟呢，虽然说不是天伤星，也不是杀神，但是他弟弟确实屌，啊，就是给人打死了啊，然后。就是感觉怕是死了就跑了，后来发现没事啊，但是呢这人走失了，走失之后呢，这武大有手艺啊，搁现在来讲，这武大应该说是整个这个啊，对吧？餐饮行业，那在外卖啊，在这个快餐行业上啊，干得风生水起。啊，搁现在来讲，这卖馒头的不少赚钱啊，卖这个炊饼的啊，很厉害啊，应该跟那个小哥他俩一个卖梨，一个卖炊饼。都是生意人啊，应该说怎么说呢？谈不上多富，但是自己家有一个对吧？有一个小别墅，而且还在市中心，这个就不错啊，兄弟们啊，这不错。然后他弟弟呢回来之后还猛，啊，本身他是幸运的，再加上呢，由于呢这个潘金莲呢这个人呢，这个最开始呢还是比较烈啊，这个性子比较烈，结果导致呢这个。对吧？他这个最开始，他这个啊，他这个地主啊，就把他给这个，对吧？这个把他给这个就生气了啊，就把他嫁给这个武大了，卖给武大了。那武大这个武大三粗啊，这个武大郎对吧？3寸皮哭树钉的啊，你这玩意儿确实是啊，这个形象也好，还是说怎么也好，不咋样啊。说白了呢，这个潘金莲这个自尊也不咋地，但是呢，对于武大来讲，按理说他是幸运的啊，按理说他是幸运的啊。之所以他不幸，是因为他碰见了整个水浒里面最蛇心心肠的女人啊，最蛇心心肠的女人啊，这个确实是这个老潘啊，咱也不知道施耐庵老师是为什么就恨姓潘的啊。好。其实我觉得打败武大的啊，还是潘金莲的自尊嘛啊，对吧？要说这个武松也是神仙啊，武松确实是神仙，对吧？这个人应该说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厉害啊！我说的是《水浒传》啊，不是那么《金瓶梅》里的潘金莲。《金瓶梅》里面潘金莲正儿八经，那西门庆死了，潘金莲还没死呢啊，对吧？那潘金莲还跟西门庆的侄子还是外甥啊，我忘了啊，他俩还搞过一段，哎，还搞过一段呢啊。这个两个故事啊，兄弟们啊。好，来看看这边的幻境的话呢，你看啊，魔张飞想破阵啊是非常快的啊。他攻击力就是高，随随便便啊。水浒里面能活下来的都是神，其实有很多人他都能活下来啊，他都能活下来，就是但是呢，你活下来和那个什么他没关系啊。那有的人他就是强要自己要死，你像那李逵就是自己求死，然后这吴用也是自己自杀啊，也是自己求死。原著里面是在那个坟前啊死的，在这个咱们这个98版的这个水浒里面，他好像是
在那个以前的那个聚义厅啊，在那儿上吊了啊。有很多这个这个比较善终的，你像那个燕青啊，小乙哥就挺好啊，跟这个传说中的京城第一网红，对吧？李姐姐啊，搞一块了。好了，感谢我们歪孬的人，直接一手8连半啊！感谢我们歪孬的人，那8连半，直接给我狼起飞了啊！今天晚上啊。我狼这个8月对吧？首秀啊，让我狼就是收入稍微的奔放一点啊，哈哈哈哈，对吧？啊，不要跟宋江这样类型的。哎，其实我跟你们讲啊，宋江，哎，他上下手没练出来，变成追地了，我操，太嘚了啊！宋江呢，其实是一个我看《水浒》原著。我研究了一下宋江，我跟你们讲，哎，这个小兵立功了啊！我跟你们讲，宋江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的人。宋江呢，他甚至就是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层次，他是最高的需求层次，他应该是自我实现，是他的这个最高需求层次啊。好，可以看到啊，在这一关连费了好多血，连被砍了好几刀。这也不是好的，这个小兵立功了。果然啊，这个玩法在陆逊这儿啊，确实是太难了，兄弟们，卡不住兵，而且这个小兵跟疯子一样啊，这个小兵跟疯子一样。宋江，你看啊，他不爱钱财啊，不爱钱财。虽然说他有钱啊。他当的是县长秘书啊，说白了也有钱啊，就是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不爱女人，他不是说不爱女人，他就是女人，就是他对女人这个啊，他是没有想法。哎，他也不是说他不行啊，他不是说他不行，真是没有想法啊。很多人说他想要在江湖上树立威信，他树立威信也不是他的想法啊。树立威信是有它的意义啊，但是呢，有没有威信也无所谓。小的们看招！多狠呐啊！好，你看那个宋江多狠，宋江啊，看这个。曾经当过特殊工作者的这个严老板啊，严西娇也叫严婆惜啊，对吧？把他买回来，然后还给他送钱，对吧？还给他那个附属金卡啊，让他刷自己的脸，可以不愁吃穿，不愁玩。然后呢，还给他一个专门的一个别院，让他去玩。啊，你想想啊，这对他来说多狠啊！然后呢，他就想让这个宋江睡他，宋江就是不睡他。宋江说我就是觉得，哎，我没有想睡你的意思啊，对吧？我对这个没有兴趣啊，对这个没有兴趣。这个严西娇就急眼了啊，再见了，直接就啊。他手底下的小老弟儿这个张文远啊，大家伙知道张文远就是。确实叫张文远啊，咱也不知道，可能跟张辽有仇。而且你知道吗？啊，这个宋江字什么？宋江字公明，张辽字文远。啊，你在三国里面，对吧？还有谁叫公明啊？宋公明，这个徐晃啊，徐晃字公明，对吧？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感谢我们的芳华哥一手办卡。哎，不对啊，我正常学。的时候，我感觉就应该有很多飞机啊、火箭啊办卡的，怎么今天都没有了呢？干嘛？对吧？好，来看看，刚才还点是陆逊永远的神啊！这里面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对女人没有兴趣，对金钱没有兴趣。很多人说宋江对权力有兴趣
就我分析啊，他对权力，他不是对权力有兴趣，而是他的兴趣是需要权力，而不是他对权力有兴趣。兄弟们啊，大家伙可能误会了，很多人说你看，他又架空晁盖啊，空巢老人又架空晁盖，然后呢他又套路那个卢俊义，然后呢又假模呵呵的想要让这个卢俊义这个啊让位卢俊义啊，是怎么地的。其实呢，包括到最后啊，他利用兄弟们的性命，又去那个啊征大辽，又去征方腊，死的兄弟们死的那叫一个惨。到现在我去那个杭州西湖，都能看到那个浪里白条张顺的那个所谓的浪里白条张顺的这个纪念碑啊。当然呢，这个故事是假的啊，这个包括武松墓什么的，其实是因为故事嘛啊，故事跟这个就是跟历史还不一样啊。当然说到去杭州，最狠的是有一个苏小墓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苏小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好多人就戏称为这个名字这个人叫苏小，这个墓是小的啊，叫苏小墓啊。好，当然呢，咱就说这个意思。他的自我实现呢，就是他这个有点升华，他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宋江这个名字嘛，叫宋朝的江山啊，宋江嘛，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啊，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所以说你懂的啊。你包括像卢俊义，对吧？卢老爷啊，卢俊义，对吧？卢老爷生前是个体面人啊，卢老爷为什么叫卢俊义啊？俊杰的俊，义气的义。最后死也很惨，最后那个重金属那个汞中毒，最后一头栽到江里面了。号称整个水浒里面第一战力啊，号称水浒里面平均战斗力第一的啊，这个武力值排名第一的这个卢俊义，就最终呢就是因为这个跳到江里就摔死了啊，你淹死了，老嘚了。其实与宋江里了。好，感谢我们的这个威七哥还有我郎赠送的一手办卡。来，许旭啊，张飞是克许旭的，兄弟们，1、2、3。张飞为什么克许旭？因为他攻击距离太长了啊。张飞这个单 A 非常过瘾，你看1、2、3，前锁1、2、3，然后1、2、3、4后前手。哎呦哇，这一锤！大哥，这个攻击怎么没穿透这个小兵呢？这一锤不应该啊！这一锤，哎呦哇，这一个，我刚说张飞克许旭，结果这不就揪住了啊！水浒里最惨的，我觉得就是白衣秀士王伦。说句实在话，王伦他最惨的是啥呢？其实很多人说王伦做的有错吗？搁我们现在来讲啊，心胸狭隘，难道是错吗？我告诉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他干的那个活，他就是错，至少在他人生的信条当中，他是错的。你比如说，咱们是，哎，我操，不会吧？就在这儿都死了，这死的太惨了，兄弟们啊！那这么一看啊，说白了，他有可能会挑战2命通关，有可能会挑战2命通关啊，就死1条命。他在这儿直接被我感觉他整个一管血全是在这里被砍杀的，真的。实话实说，我感觉就是他这个地方如果发挥好了，他有可能2命就通关，就死1条命就可能会通关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还说是个高手，呸啊！当然后面发挥的可能还会非常好。那个王伦吧，你毕竟你是干啥的？你干的就是他妈土匪，就是马匪。你干这行的人，对吧？你不得整明白这个事儿啊，在人际关系上就得整明白。你很多人说那这个马匪主要看重什么？看重武力值吗？不是。林冲有没有武力值？有。在林冲需要什么？需要你重视他，需要你，对吧？人家已经走投无路了，人已经说是啊，被这个世道啊，被这个朝廷啊，被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坑给坑成蒙圈了。到你这儿还没有，你不给他安慰？朝天王厉害吗？朝天王能打过人，对吧？能打过刘唐吗？能打过阮小二、阮小五吗？打不过呀。为什么人家能当大哥呢？对吧？朝天王心眼儿高吗？啊，他能算计过吴用吗？
但是为什么能当大哥呢？啊，当大哥啊，不一定非得是武力值高，也不一定非得说是心眼多。当大哥牛逼就牛逼在他得有当大哥的魄力，包括宋江也是，宋江啥也不是，宋江连晁盖都打不过，好吧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当当当当。水浒传里面，其实水浒传里面我最欣赏的人是谁啊？就是有几个人啊。我最欣赏的人，首先，对吧？首先武松啊，神人武松啊，这就确实没招啊。这个人做事的风格什么的啊，确实太牛逼了啊。第二呢，拼命三郎石秀，哎，石秀，哎，你不要小看啊，这个石秀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石秀呢，应该算是半路头号这个梁山宋江。而且呢，你要知道啊，从打祝家庄到后期又劫法场救这个柴进，一个超级特种兵，超级厉害这个人。第三呢，就是鲁大师，鲁大师呢也是很厉害啊。就是鲁大师当时怎么上的二龙山，很多人都说啊，都说那个最开始是孙二娘啊张青啊，其实呢鲁大师上这个二龙山呢最开始是有一帮这个出家人啊，就是当土匪。后来鲁大师呢，这个用计谋，这个跟杨志两个人啊，最终呢就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再加上后来武松又加入，后来三山聚义啊。宋江打得过孔亮，那孔亮那都是宋江的徒弟，那孔亮那周方腊的时候第一战役就刚上来就死了，那哎，但是你们不要说孔亮啊，武松牛逼吧？他让这个什么孔亮啊这些人给抓住了啊！这个当然呢，这是这个武松呢可能是没有防备，可能睡着了啊，被抓了啊，这也是一个故事啊。宋江吊打安道全，宋江武力值，很多人说怎么样？我这么说，宋江武力值你可以说他没有吧？啊，就跟吴用一样，也没啥武力值啊，兄弟们啊！但是宋江也怎么说也是杀过人的，有好多这个没杀过人啊。你像林冲杀的人杀的多吧？啊，他有李逵多吗？对吧？那李逵武功不咋地啊，数量上可是没服过谁啊。那李逵可是真的就是天杀星，我告诉你啊，这不一样啊。梁山武功排名。这个如果论综合实力啊，卢老爷确实是个体面人啊，确实太厉害了这个人。但是呢，要论这个某一项武力值爆表啊，某一个地方爆表，比如说啊，很多人说你是6边形了，怎么样了啊？6边形战士，但是呢，最高值人家是5分，可是呢，有一个人他是在这一个值上是6分，甚至是达到了7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问号的分数。比如说像莫以见张青啊，他这个远程攻击能力的这个啊就非常厉害啊，就感觉好像你拿他没招，对吧？当然后来死的也是莫名其妙啊，包括他后来那个他的媳妇儿也是啊，他媳妇儿也是半路，这个有这么一伙人想要借他这个道走，这帮人不让走啊，这个女的呢也是暗器非常厉害啊。你像特种兵，对吧？石秀情报能力 max， 那就非常非常牛逼。石谦啊，那就不用说了，石谦那更是了啊。那你要是武力值，纯是那种马上阵前对战，老卢啊，卢老爷，你看这么说啊，那燕青厉害吧？燕青说句实话啊，燕青打擂，包括燕青那李逵根本就是燕青，如果是王者的话啊，这个李逵大概也无非我估计李逵也就是个钻石水平啊，他连那个玩相扑的那个焦挺都打不过啊，对吧？但是呢，你看那个谁，你看那个卢老爷，那要跟燕青打起来，那燕青，那卢老爷可能就是不说马，也不是说用武器，就纯靠啊打这么一手相扑，或者是打就是空手啊、柔道什么跆拳道什么截拳道的，反正你甭管怎么地啊，你就会发现那老卢确实厉害，但老卢暗器不行啊，他不会暗器，
他不像这个莫雨剑、张青啊、小李广、花荣啊什么的啊。梁山武力前3，我认为按照原著的描写呢，我认为呢是关胜厉害点，比林冲厉害一点。当然，只是我认为啊，但关胜这个人他为啥不厉害呢？因为这个人他厉害是在于他基础能力厉害，但关胜不厉害是因为什么呢？他没有林冲那么有杀气。你想，林冲自从这个那个老好人林冲死了之后，这个林冲他虽然说比不了武松身上的杀气重，但是他这个杀气太重了啊。所以说关胜在这方面上啊，怒气值啊，不会爆气儿。那关胜本身就是一个招降过来的啊，本身是来打这个梁山的啊，就跟那个呼延灼似的。好，你可以看到魔张飞打这后面几个 BOSS 啊，真的是不怕。他既然打死了这个司马懿，基本上没有问题。而且司马懿你们也看到了啊，他练那个全屏那个招，只要一个反着跑，他一哈哈哈哈的时候，你只要反着跑，一个斜着跑，直接就能躲那个地爆，很厉害。你可以看到啊，他不用加分，他甚至都不愿意去摊分。现在到目前为止才157万，所以说啊，他就死2条命就通关了。而且刚才打许褚的时候，说难听点啊，确实发挥的太嘚儿了啊！如果他发挥的好，有可能真的是只死1条命的，兄弟们。好，1、2、3、4。好，哎，跑出来，你看，可以拖啊！哎呀，可以拖，看不看见？可以拖这个屏幕。很多人认为这招是无敌的啊，我就告诉你怎么躲啊，就是能躲。追地，漂亮，直接干死啊！牛逼啊！待会儿看一下，很多人说怎么最后的这个没有兵，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卡出来的啊，这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嘛？咱们看一下啊，119，对吧？完美版天王，这个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啊，但是确实是最没有铁甲兵啊，这也确实是降低了难度了，兄弟们啊。好，不扯这个逼事儿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很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